肯定不是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副总叫你来的吧？想要订单，你得乖乖伺候好我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臭婊子敢打我，给我追！手机电话呀，老公。江离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真的没有，是陆总长。够了，别再跟我演戏了。就算你是腿折了，明天也要把订单送到公司，否则一直到后面。傅哥哥，宝宝已经3个月了，你是喜欢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呀？这个药记得吃，对孩子好。傅哥哥，我最听话了。傅宇，怪不得5年一直这样如此的梦，原来跟别人有了孩子。傅宇，如果我今天摔死，你会有一点点难过吗？傅哥哥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就会娶我的是吗？我说过，我只对孩子负责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家。看见了，副总跟杨氏集团千金杨依依在一起了，真是郎才女貌。何止是在一起，杨一肚子都大了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就要公布喜讯了。江离，你怎么这副鬼样子啊？真是吓死人了！合同呢？你这几天跟哪去了？怎么都没有回家？我干嘛什么时候需要向你汇报了？这会儿在公司，想闹回家闹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胡闹，整个公司上下都不知道我是你老婆，我有什么资格胡闹？你脸怎么了？没事，不需要你关心。什么意思？你和他什么时候发生关系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没有胡说，我刚刚都看到了。与你无关。我是你老婆，怎么会与我无关？在你的心里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妻子？我爱了你5年，我只是想要你一点点的关心，现在你还竟然背着我找小三儿！把你的嘴放干净点，依依她不是小三儿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认识依依比你久，我认识依依比你久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才是那个小三？你到底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5年了，为了帮你没日没夜的在公司里工作，就是为了帮你重回天分。在你家，我不仅要伺候你妈，还要伺候你弟弟，就连你家里的保姆都可以来使唤我。我只是想要你多看我一眼。多看你一眼？你配吗？别忘了，当年不是我要娶你，是你欺骗我爸，处心积虑的要嫁给我。不是的。爸，儿子，我给你娶江离，就让我死不瞑目。爸，我有喜欢。爸，爸。说，你这个女人用了什么手段骗了我爸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撒谎！要不然我爸怎么可能让我娶你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呢？如果这么想能够让你舒服的话，
娶你可以，但你别后悔。行了，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，但是我要警告你，离依依远点。如果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，我唯你是问。是不是在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妻子的位置？还是从那件事起，这一切都是错的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傅哥哥让我住这里，还让我随便挑一间房，我就要这间。杨小姐，这一间是夫人和傅先生的房间，你确定要这一间吗？当然确定。既然是夫人的房间，我作为夫人更应该住吗？是。现在我已经回来了，还怀了傅家的孩子，而你5年都下不出一个蛋，你拿什么跟我争啊？更何况5年前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傅哥哥也不会分开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你离开傅宇是因为傅家破产，傅宇落魄的时候你在哪？现在傅宇好了，你又回到了他的身边，你对他到底是真情，还是只是为情？你血口喷人啊！被我说中了，急了。让开！你别怪江姐姐了，她不是故意的。江玲，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告诉我，不要靠近你每次都在触碰我的底线。如果我说不是我，你信吗？傅哥哥，好疼啊！我根本就没有碰你，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，你为什么？让开！你因为他的一面之词，就这样对我，傅宇，我真的累了。我们到此为止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江家的典当合同我拿到了，我给你和你的小三腾地儿，可以了吗？哥哥，我肚子疼。好，快去休息，走。嘿，给我一杯牛奶，我渴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谁都别想使唤我。我妈说了，伺候我是应该的。哼，小少爷的话你都不听了，去！以前是我不想跟你计较，你还敢在这儿狗叫什么？我看你是长本事了，竟敢打人！我看你是嫌饭吃多了，不知道姓什么了。我为公司创造几十亿的收益，回家了还要照顾你们全家，连保姆都敢使唤我，这个闲饭我不吃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我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你这个贱人只配给我傅家当保姆。正好依依怀了我傅家的，以后就由你来照顾她。让我照顾那个小三，你这个外孩子保不住你。告诉你，我受够了。反了天了！你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，吃的穿的都是我侄子给你买的，还想跟我顶嘴？那些都是我用我自己的公司买的。没有傅家，你哪来的工资？你以前不就开了个婚纱店吗？谁不知道都是些盗版货？再想顶嘴，我叫我侄子跟你离婚。那太好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，麻烦你让你侄子早点签字。你想跟我离婚是吗？侄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只不过是想教育教育他，他竟敢跟我顶嘴。你又想干什么？要钱是吗？你的钱我不稀罕，我只想跟你离婚。5000万够吗？5000万够吗？那些钱还是留给你的小草花。别管，
过几天他就回来了。他离开我傅家，狗屁都不是。副总，不好了，江家的合作都被取消了。啊，副总，咱们公司最大的项目就是江离所带的江城项目，他这一走，咱们公司恐怕就没人能接手了。我堂堂傅氏集团，你看他还不行了吗？业务主管在哪儿？还不赶快去解决！傅哥哥，交给我来接手吧。我爸跟江家有很深的交情，我一定能按时完工的。你刚回国，很多业务不熟练，别逞能了。哎，傅哥哥，我能力很强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按时完工的。那好吧。傅宇，5年的时间，我帮傅家起死回生，就当还了你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我们两清了，以后我要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喂，大哥。小美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知道这几年哥有多想你吗？我也好想你，我要回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哥、三哥也来了。你可太任性了，5年没联系，你知道我们多担心吗？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以后不会了。这几年你辛苦了，告诉二哥谁欺负你，二哥收拾他。没事儿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好，潇洒利落，这才是我们江家的千金。咱们回江城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好。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，是时候让你们见一见。谁？别管，惊喜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走。哎，怎么了？妈妈的遗物我落在了一个地方，我得回去取一下。没关系，一会儿派人去取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哟，刚走多久就回来了，真不要脸！大嫂，他肯定要回来了。他离开我们傅家，什么也不是。你笑什么笑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跪着求我们，我还能让你回来伺候我们。这种好事儿还是留给那个小三儿吧。我可不是啊，人家依依可是千金，怀了我们傅家的孩子，跟你可不一样。是不是你傅家的孩子还不一定呢？别当了冤大头。你这个毒舌妇，活该我侄子不要你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是我不要你大侄子。江离，杨依依，又是你！没看到你把依依都吵醒了吗？还不道歉？姑妈，没事儿的，江姐姐都把她的房间让给我了，我怎么会盖她呢？我感谢她还来不及。她是一懂事，这才是我要的儿媳妇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江氏集团的订单合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当然是傅哥哥给我的，他还说相信我的能力。我辛辛苦苦获得的劳动成果，他竟然给你？就是啊，你都陪傅哥哥5年了，他心里怎么还顺？你就这么喜欢讲破烂？你说傅哥哥是破烂，找死啊！这种戏码你还真是玩不腻。江离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的戒指呢？是不是在你那？你的戒指在我这儿，我嫌脏。傅哥哥，血！血！依依要是办点实事，我饶不了你。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病人现在在输血，需要立马输血，但医院现在没有这个库存，你们俩有谁是 O 型血团？江离，你是 O 型血，依依现在都是你害的，你必须救她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他是自己摔倒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还有，我为什么要给这个自己输血？江离，我原本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。去给依依输血，戒指对。傅宇，你可真不是。人命关天，现在你没有选择权。他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对吗？我再说一次，
立刻去给依依输血，否则你这辈子都拿不到这个戒指。好。杨依依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丢垃圾啊！杨依依，你在干嘛？这可是我刚给你抽的救命的血。你可真是善良啊，还给我救命。过呢，输你的血，我嫌脏。你，更何况，你看我现在快要没力的样子了。你的肚子呢？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我当然怀孕了，不过因为你的一推，孩子流产了。说傅哥哥知道会怎么惩罚你？你骗人！你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怀孕大出血的话，不可能现在就可以下床。随便你怎么说都行，反正傅哥哥只能相信我的话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住手！傅哥哥，本来想谢谢江姐姐给我输血，但是她不知道怎么了，宁愿抛进垃圾桶，也不肯救我的命。江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应该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。这个血袋到底是谁扔的？傅哥哥，你看他手上都是血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血袋，是他扔的。你可以问刘医生。你说，傅先生，血袋确实是江小姐拿的，杨小姐没有碰。医生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跟刘医生根本就不认识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杨依依，你够了，江离，你真是无药可救，立马给依依道歉。我给他道歉。索梦，他杨依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根本都不了解，你被他耍得团团转，简直是脑子愚蠢至极。傅哥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可是你早晚都会知道。什么事？都怪我自己不小心，孩子流产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孩子怎么了？都怪我自己不小心，你别怪江姐姐。兄弟，我对不住你，答应了我帮你照顾好依依和你们的孩子，是我的错。即便是这样，你还是不肯道歉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也没有她出血。我看你真是疯了！我亲自陪她去做了医院产检，你却说她没有怀孕，也就依依能够忍你的无理取闹，立刻道歉！江姐姐不愿意道歉就算了，是我没有那个命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给依依道歉。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信？不吗？对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。好，杨依依，对不起，歉也到了，血我也输了，戒指拿着你的戒指，滚！从此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依依，出去看看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傅哥哥，我想让你陪陪我。你先休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他是谁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没事儿，妈妈的戒指我已经拿回来了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那人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哥，这个事儿我来自己解决，你帮我调查一下杨依依，对吧？傅哥哥，姐姐怎么会跟那个男生抱在一起啊？那是江姐姐的朋友吗？我管他是谁。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看上去好亲密的样子。什么关系还不明显？以后在我面前再不许提这个人。
小姐你终于回来了，老爷都在客厅等你好久了。是啊，小姐你终于回来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爸。当初劝告你不要嫁给傅宇那个混蛋，你非要嫁给他，不是我们江家帮衬他，他怎么会有今天？原来是爸爸在帮他呀！我说这50亿的订单，江家怎么那么轻易就签下来了？灵儿，这些年你不在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经过爸爸和哥哥们的努力，我们江家已经是全球首富了。50亿对咱家来说算不上什么，但既然你已经离开他了，我们江家就没必要和他合作了。没错，取消和傅氏的一切合作。另外，你江家大小姐的身份，我要昭告天下，看还有谁敢欺负你！别，爸爸，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富家千金，这样也能防着一些有心之人。小妹说的对，那好吧，还有一件事你要听我的。明天陆家举办晚宴，去的都是江城名流世家，你也该回到属于你的圈子了。顺带认识一下路飞，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她吗？哪有？好吧，听爸爸的，我去。傅哥哥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江家怎么就出尔反尔取消订单了呢？你爸不是和江老爷子关系很好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傅哥哥，我爸之前已经跟那边求过一次了，但是江家毕竟是全球首富，他们不会再给我爸第二次机会了。之前跟江家交涉的明明挺好的，会不会是江离他从中作梗？之前毕竟一直是他在订这个合同的。不好了，副总，江家不仅取消这50亿订单，所有和咱们富士的合作，江家全部都取消了。什么？这些项目都是谁负责的？全都是江离谈的。大声一点儿！江离，江家所有的项目都是江离谈的。江离，到底是不是你在捣鬼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搞垮我吗？休想！喂，老傅，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是想我了吗？你陆家不是和江家关系很好吗？我想让你帮我约一下江老爷子。江老，说实话我安排不动，他老人家早就退居二线了。哎，但是明天我家有个晚宴，江家大公子江寒会来，你们可以见一面。不，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江家取消了所有和我们的合作，我想问问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好当面道歉。哦，这样，好说好说，明天你来江城就好。正好啊，我也有事跟江家谈谈。好。这陆家果然气派，办个晚宴都这么排场。咦呀，这我们陆家的未来儿媳妇，今天可要好好表现哦。知道了，陈阿姨，这是我为今天特意定制的礼服，您看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贵气的很。以前我都没脸带那个上不了台面的江离出门，以后啊，我肯定多多带你出去见见世面。好，谢谢陈阿姨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今天我主要是来找江家谈事情的，一会儿进去别出岔子啊。走。小黎，顾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前2天才回国，是你哥叫我来的。听说你离婚了，我想回来了。 6年前的那场事故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顾城哥。看来哥哥说的那个要见的人就是顾城吧？这个人好眼熟啊，怎么这么像江离呀？真的是。老傅，来208贵宾室找我，我带你去找江寒。好。这背影为什么？算了，江离不可能穿这么美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认错了。 糟了，为什么心跳还是像以前那么快？江离，没想到真的是你，刚离婚就打扮成这样，你可真是敬业啊！好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没想到刚离开我们傅家，竟勾搭上别的男人了。这位大婶，麻烦你把嘴巴放干净，否则的话，我可就找人把你们请出去了。你是谁？我好心劝你，江离这种女人唯利是图，你别被她骗了。 这些年，你就过的这种生活，满口谎话，唯利是图的人是你。这种贱货你都稀罕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竟然敢打我！
你不想活了？不想活的人是你，那咱们今天就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嘴巴不干净，我还打你，信不信？我看你敢！几天不见，长本事。傅哥哥，我只是想劝他洁身自好，没想到他竟然打我。傅宇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，放手！我还没签字呢。我原来怎么没有发现，你竟然是这么恶心的人？我恶心，你才恶心吧？还没跟我分开，就这么急着找下家？不对，还是之前就已经找好下家？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不忠吗？原本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淫荡人。顾成哥，他不对你动手，就我没保护好你，以后我定会为你周全。你竟然敢叫人打我的傅哥哥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这不是世界首富江家的大公子江寒吗？哥，他和江离是什么关系啊？听着称呼好像很亲密。听说江家有一位神秘的大小姐，难道是？谁敢对李二有1分不敬，我江寒10倍奉还。怪不得江家取消了全部合作，果然是江离搞的鬼。江总，我不知道你和我前妻是怎么认识的，但是生意归生意，毕竟是双赢的事情，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。我们什么关系，跟你无关。还有你说的合作，不免太可笑了。合作永久取消，其余免谈。真没想到你如此态度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豪门不是你一个二手货可以随便进。谢谢你的提醒，现在可以滚了吗？你们3个没听到他说的话吗？还要我再说一遍？来人！不必。是谁不给我这个老头子面子啊？敢来这里闹事？陆爷爷，李二，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漂亮，是来找你未婚夫的吧？我这就叫路飞那个小子过来。本小子跑哪儿去了？还不快过来！爷爷，我还有事先撤了，麻烦您老告诉江寒，这门亲事我拒绝。我看你敢！爷爷，江离小时候就又丑又胖，我可不喜欢丑八怪，你赶紧给我拒绝了吧，我挂了。陆爷爷，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贪吃，不怪路飞。其实今天我来也是想退婚的。那好吧，是他没有福气。傅哥哥，江离他攀高枝都不嫌丢人，我们有什么可丢人的？就是。江离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工资1个月8000多，已经够高了。你去看一看人家的保姆，谁的工资能拿这么多？真是贪得无厌。换以前，这个工资我是很满意的。夫人走了以后，我的工作量直接翻倍。说什么？江离在家有干1半的家务，那我花钱请你来干什么？干点家务怎么了？作为儿媳妇是应该的。一个乡下来的臭丫头，还想当成千金小姐养着？那江离说你们欺负他、羞辱他也是真的吗？大少爷，他有些事儿做不好，我是教教他而已，教训教训他而已。傅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江离孝敬阿姨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个外人了，你犯不着为了一个外人跟阿姨生气呀。就是，正好那个贱人走了正好。5年了，为了帮你没日没夜的在公司里工作，就是为了帮你重回天分。在你家，我不仅要伺候你妈，还要伺候你弟弟，就连你家里的保姆都可以来使唤我。只是想要你多看我一眼。原来你在我傅家过的真是这种日子。以后你们都不准再欺负江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傅哥哥，别忘了今晚江家举办的音乐会。傅哥哥明明不在意江离的，怎么突然又想着那个贱货？看来还是要和傅哥哥尽快结婚，省夜长梦多。小姐，这是大少爷送的，英国皇室的南非之星，世界上第2大钻石，有3106克拉。这是小少爷送的，是奥黛丽·赫本的私人珍藏，全球仅此一件哦。爸爸，哥哥们，你们这也太宠着我了吧？这些可都是世界珍品，你们也太夸张了。只有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才配得上我的宝贝女儿啊！是啊，这些可不是有钱就能买来的，花了哥哥们1年的时间呢。只要小妹喜欢，再宝贵的东西，哥哥们都能给你弄来。好的，那这次呢，我就先收下了，下次可不许这么浪费了。费什么？咱家的钱就是用来疼你的，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今晚就穿这些陪大哥去音乐会，大哥想听你弹一曲。哎，那2哥和3哥去吗？我俩还有事儿，你跟大哥去就好。好。
依呀，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，真的是给娃子长脸了。你呀，是全场最漂亮的了。哎，程阿姨，我也就随便打扮打扮。以后别叫阿姨，叫妈。知道了，妈。佳明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为什么缠着我不放？我只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，之前你在我们家受了太多的委屈，在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弥补。我想要你离我远一点，可以吗，经理？你先进去，有几位贵宾还没到，我先去迎一下。在咱们江家地盘上，谁敢欺负你，大哥给他抬出去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放心吧。怎么哪里都能碰到你这个扫把星，真晦气！这项链是英国的南非之星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？价值至少3个亿。3个亿，他8辈子都买不起，肯定是假货。也是，就算攀上江寒，他也不可能在他身上花1分钱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麻烦回你们的普通席坐下，不要耽误别人来看。你这贵宾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用身体换来的？谁告诉你是这样的？还有，我的事情我管得着。别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的坐贵宾席就了不起了。这场音乐会演奏的都是世界名家，一个乡巴佬能听得懂吗？不像我们依依从小学习音乐，钢琴10级，你呀就只会拉胡。你在这装什么装？妈，就算我没考10级，跟他比也绰绰有余。是吗？那一会儿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实力。行了，别聊了，一会儿音乐会开始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本场音乐会，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。首先邀请我们世界级钢琴演奏大师顾城为我们带来一曲《秋恋》。这不是那天给江离撑腰的男人吗？竟然是世界钢琴大师，他你都不认识啊？他不仅是钢琴大师，还是江城第2大家族顾氏集团的接班人呢。可不是嘛？据说啊，这次是他风情6年后的首次演出，专门给他喜欢的人准备的。今天咱们可有耳福了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富2代而已，不像富哥哥靠自己的能力。专门给他喜欢的人准备的，难道是给江离准备的？顾先生，这首《秋恋》是您有意选择的吗？作为风情6年的曲目，有什么深意呢？这首曲子，我想送给在场的一个人，就是小黎。我们6年未见，他也遭受了很多。在这里，我想说的是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。现场撒糖，这也太甜了。对呀，不过那个小黎是谁啊？江城名媛里可没听说过有这个人呢。她呀，是我前儿媳妇，不是什么名人，就是个乡下土包子。她穿的这一身贵气十足，可不像是从乡下来的。她穿戴的是另一个情妇江寒给她买的。 2个情妇，还都是江城第1、第2家族的大公子，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啊？够了，背后说人坏话，恶不恶心？接下来，我想邀请小黎上台演奏一曲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哼，江离，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装？一个乡下人还弹钢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有点吧？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，演奏一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。 这可是世界10大最难演奏的钢琴曲目之一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真能唱！当在场的人都是傻子吗？不过呢，我想请一个人跟我一起演奏，杨依依，来吧。这是我儿媳妇，钢琴10级呢。如此靓丽，跟你比，我的水平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那就让我领教领教吧。
杨依依会弹吗？这也太难听了。可不是嘛，跟江离一对比，简直是幼儿园水平，还钢琴10级呢，真是笑话。江离根本没有弹，他放的是伴奏。这是难度更高的第2钢琴协奏曲，弹成这样至少是准大师级水平。他怎么会弹琴呢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乡下人，怎么有条件弹琴？南小姐，你弹不过别人就污蔑人，未免也太不够强了。依依可是杨氏千金，从小就学习钢琴，只是手生而已。杨氏集团很厉害吗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好像是卖饼干的。让大家见笑了。不过借此机会，我想向妇女求婚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。这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，咱俩之间想太多了。江离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害我今天丢脸，不然傅哥哥不会拒绝我求婚的。哼，傅哥哥早晚是我的。弹钢琴的样子吧，很好看，可是我之前为什么没见过？如果你想说这个的话，不想听，让开。有什么事啊？跟顾城约会啊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我的事你管不着，我不是你的玩偶，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。看来是傍上了江涵还有顾城2棵大树，看不上我呀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衣服江涵给你买的吧？我想看看他买的比我好在了哪里呢？顾城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要保护你，你是不是可开心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想看看这2个人是哪一个能够让咱们离婚的。我们离婚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是我单纯的受够了。在一起的这5年，我亏待过你吗？在家有吃有喝，还给你提供工作，好好生活不好吗？非要去勾搭男人，一勾搭还勾搭2个，这不是犯贱是什么呀？我犯贱？到底是谁犯贱？是谁把小三的肚子搞大？又是谁把小三领回家来侮辱我？不是这样，我不碰你是。傅宇，你别走好不好？你这个样子，还真挺让人心疼。谢谢你当年救了我，我会用一辈子报答你的。原来你一直以为是我救了你，那过几年公司好转了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放你走。好了，我不想听。但是离婚协议我可还没签，我还是你丈夫。到底想干嘛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回家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跟你不可能了。行，那我问你，江家为什么取消所有订单合作？是不是你捣的鬼？你明明知道这笔订单对我有多重要，你竟敢蓄意报复。这才是你来找我的真实原因吧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兴趣报复你。你在我这儿微不足道。微不足道？是吗？没错。我不信。你不是说我一直不碰你吗？我现在满足你。你干嘛？我怎么会嫁给你这种人？那嫁给谁啊？顾城还是江涵？傅宇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，还是那么个自以为是。离婚协议赶紧签了吧，不然我们就走法律程序。你这么想离开我是吗？对，我恨不得立刻马上跟你离婚。行，那我有好言相劝，他们只是和你玩玩，不可能真的去。你跟杨依依果然是天生一对，思想都那么的龌龊。希望你别后悔就行。离开你，我只会越哭越好，不会后悔。口口声声说挽回我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如果他知道我是江氏集团的大小姐的话，肯定会后悔死吧。哎，人呢？哇，身材这么好，怎么在哭？不会是刚分手了吧？那就别怪小爷乘人之危了。别哭了，你这么漂亮，
要是哭了的话，连我这陌生人都会心疼的。不过，你是谁呀？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陆飞，你应该听过我吧？陆飞是你？你认识我？那太好了。那姑娘的芳名是？他就是陆飞，从小笑我胖，幸好婚事取消了，否则像他们自恋又油腻，我可受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先走。女神，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见到小叶这么帅气的脸庞，竟然不为所动，你有个性，我喜欢。老夫，我遇到一个超漂亮的女孩，那简直是我梦中的女神。哦，你这我也太冷漠了吧？哦，什么意思呀？兄弟啊，我一天很忙的。我发誓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见她第一面，我就决定非她不娶。小少爷都想结婚了，那看来这个女神还是有点能力的。那必须的。哎，你来这干嘛呀？拜访一下江氏集团，谈谈项目的事。哦，你的事我听说了。你的前妻啊也太过分了，不仅绿了你，还把你生意搅黄了。这女人真是太恐怖了。我要是见了她，一定替你好好欺负欺负她。哎，谢了哥们儿。哎，对了，江涵在哪呢？他刚出去。行，我找他啊。怎么了，妹妹？是有人欺负你了吗？没事，就是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。谁啊？又是他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江涵走到哪你就跟到，不知羞耻。没错，我就是喜欢跟着他，形影不离。怎样？别以为你用点手段蛊惑他就……你找我秘书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江总，我是来找你。傅氏和江氏的合作还望你三思，毕竟生意是生意，女人是女人。相信江总这种格局的人，不会把两者混为一谈。你以为和你们傅氏取消合作，只是因为误会？首先，我提醒你，离江离远一点，他不是你可以随便养着。其次，傅氏生产的芯片在市面上都是三流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与其揣测一些有的没的，不如花时间提升自己的纪律。江总，下个月我们会生产一批顶级芯片，完全适配你们正在研发的高端科技。跟傅氏的合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如果你把芯片卖给我，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江总，这是傅氏研发的核心技术，是我们公司的立身之本，您这是简直要强人所难啊！那就没得聊了。江离，是不是你把核心技术投给江涵的，所以才用取消合作这一招逼我就范？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容易被你搞垮。大哥，傅氏集团的那批顶级芯片确定不要了吗？可千万别因为我影响公司啊！小妹，你放心，我们江家怎么会被个小小的傅氏影响？再说了，傅宇说的高端芯片能不能研发出来还不一定呢。没错，不过东京分公司正在抓紧研发高端机。江涵，你最近最好盯紧一点，公司这一步发展至关重要。你手头上别的工作先放一放。知道了吧？爸，大哥平时太忙了，要不东京分公司让我去盯着吧，我也该为家族出一份力了。你确定？傅宇可是在东京的。嗯。那好吧，这是你之前让我帮你调查的，我已经派人调查好了，现在正好交给你。我原本以为放下一切，我们就能各自安好，但你们实在欺人太甚。既然你们纠缠我，那过去欺负过我的人，我会一一奉还。你这个臭江离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6年都不跟我联系，是不是已经忘了我这个闺蜜了？菲儿，对不起，当初没有听你的话，一意孤行，非要嫁给傅宇，我这还哪好意思联系你啊？傅宇那个臭男人，让我们家的江离宝贝受了那么多苦，以后再有哪个男人追你，必须让我给你把关，听到了没？好，我保证，以后只有你菲儿盖过章的男人，我才能谈，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好了，我们去开会吧，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新董事长。经理怎么还不来呀？就差他了。他这是摆架子，董事长来了都赶不见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赶紧去通知他。空降的董事长多半是关系户，咱们的经理可是靠着多年的努力慢慢打上来的，属于公司的元老了，不给他面子也不奇怪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咱们公司老总江涵江大公子最近好像看上了一位有夫之妇，为了他还和傅氏取消了全部合作呢。谣言传的可真够快的。你们这群长舌妇，有完没完？江离，怎么是你？刘总，
好久不见啊！你头上的伤好点了吗？他就是新来的董事长。对啊，怎么？你们认识？认识。我跟刘总啊，不仅认识，而且还挺熟的呢。你说是吧，刘总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是副总叫你来的吗？想要订单，你得乖乖伺候好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江离这个贱人，怎么当上江氏的董事长了？不敢，叫小刘就行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我们开始开会吧。我这次来呢，是为了高端期的研发项目。刘总，啊不对，小刘，这个项目是由你负责的，你给大家汇报情况吧。现在公司最重要的项目在我手里，不管你江离靠什么手段上位，都难有办法。江总，你刚刚来，对这些项目还不太熟悉，我建议你呢，先看看这些文件，不懂的话可以请教一下我秘书，熟悉了以后再来开会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这些文件我已经很熟悉了，不过小刘，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得给我搞清楚？你利用职权搞权色交易，这犯不犯法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江总，我为公司兢兢业业1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为你当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贱人，你等着，等我搞清了你的来头，看我怎么像当初羞辱我那般对付。江离，你今天干的实在是太漂亮了！刘强那个狗东西，仗着自己在公司有点功劳，成天为非作歹，居然还欺负到你头上了。这次我看他还怎么嚣张！要不是因为他跟公司有点功劳啊，我早就让他滚蛋。好了，我们不提那个王八蛋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保证你喜欢啊！这是我当年的婚纱店。对啊，你看这里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年一模一样，以后你还是店长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真是一点都没变呢，喜欢，谢谢你，菲儿。开婚纱店呢，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我还想着有一天我能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嫁人呢。好啦，以后你一定会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嫁给那个真正爱你的男人，而且我有预感，很快喽。真是服了，怎么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你这个扫把星啊！你这个老巫婆怎么上来就骂人啊？有没有素质？我姑妈教育教育她前侄媳妇，有问题吗？哦。原来你就是江离那个前恶姑妈，那你就是那个小三喽？你说谁是小三呢？依依是我承认的侄媳妇，善良乖巧，不像某人刚离婚就勾三搭四。随便你们怎么想，这里是我的店，你们来干嘛？当然是选婚纱了。我侄子和依依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结婚？让大家见笑了。不过借此机会，我想向父女求婚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。既然你都已经答应杨依依的求婚了，为什么还不肯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上签字？傅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还惦记着我傅哥哥？你都那么多情夫了，还不知足吗？你的傅哥哥我可不稀罕。还有，你们选婚纱可以，别在我的店里选。你的店真能吹，这汇集了顶级品牌的婚纱，价值至少2个亿。你这个穷鬼能开得起吗？就是，你顶多算个服务员，还在这冒充老板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像你们这么无知狂妄的人，还真是不多见了。喂，快来，江离被2个臭虫欺负了。江离，你这个闺蜜戏不错啊，还会打电话摇人这招了。依依，少跟他们说话，赶紧叫保安把他们抓走。好的，姑妈，我这就叫人。保安，这有2个神经病，快把他们轰出去。看谁敢！我再不来，你们都要动我的人了。这家店是当年顾城买下来的，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年一模一样，怎么样？有心吧？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？哎呦，我一个打工人怎么送得起这样的店呢？当然是我们顾大公子更宠你喽。这里的东西都比较贵，如果消费不起的话，你们最好赶紧走。你没权利赶我们走，我们可是这儿的 VIP。哦，是吗？现在
可以走了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个男人我认可了，可以谈谈看。姑妈，你看他们都欺负我们，你竟敢折了我们依依的卡，你这个店就别开了。这是你的店，你来决定怎么处理它。你不仅弄坏了我的衣服，还想打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件婚纱是薇薇安的春季新款，价值3000万，纯手工制作的。你要么赔钱，要么就收了。3000万个屁！我1分钱都不会赔给你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您涉嫌毁坏他人财物，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。是他们先折断我们的卡，是他们先动手的，应该把他们抓走才对。警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卡是我折的，我愿意赔偿。等一下，傅哥哥，姑妈只是不小心弄坏了婚纱，江离就不依不饶的。是啊，侄子，你这个前妻真狠毒，一点都不念及我们傅家对她的好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联合他的情妇一起欺负我和姑妈，甚至扬言要把姑妈抓起来。江离，是这样。江离，是这样。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如果这一次我说是他们先来招惹我的，你信吗？你可不能相信他这贱人的话。是他们先动手的，应该把他们抓走才对。那我给我闭嘴！我就问你们是不是毁了他的婚纱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赶紧给江离道歉！让我给他道歉？做梦！我都后悔当初对他太好了，他现在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。对我好，我在你家给你们洗衣做饭，甚至还要给你端洗脚水，还要给你的小侄子洗内裤洗袜子，这就叫对我好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不过只是给我倒了个水而已，他伺候我不是应该的吗？哼，应该的。好，我也懒得跟你这种颠倒是非的人掰扯。警察，把他们带走吧。江离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好歹你叫他一声姑妈，不要把事情做太绝，行吗？我太绝了。行，我可以放过他们。你立刻跟我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这件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就这么急着跟我离婚是吗？当然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你真的想好了，确定要跟我离婚？当然，再确定不过了。赶紧签字吧。当初你想方设法嫁给我，现在又费尽心机跟我离婚，江离，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想要什么。从前我死心塌地的喜欢你，一直期待着有一天你能够慢慢的接受我，但是现在想想，我可真是眼睛瞎了。嫁给我真的有那么糟糕吗？对，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。杨一已经试婚纱了，你们也快一起结婚了，你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肯签字？不是的，我跟杨依依不是。不想听你的解释，快点签字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回来，咱们两个人还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你和那2个男人的事情，我也可以既往不咎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好奇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跟顾晨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跟江寒的关系更是亲密到你无法想象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和江寒睡了？对啊，而且我们还不止睡了一次呢。还有，他可比你温柔体贴多了。他不仅会做饭，他还会亲自喂我，而且我们每天都……不用说了。江离，没想到你是这样滥情的女人。侄子，你终于和那个女人离婚了，离婚证给我看看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依依呀？我还等着抱侄孙呢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剩下的全部交给你姑妈，保证把你们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。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。
傅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跟江离已经离婚了吗？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也没说我要娶你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依依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娶依依怎么行？你还没有告诉姑妈你有2个事儿。我还没告诉他们呢，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孙子没了。你嘴里的这个孙子是谁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傅哥哥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们了，要不然我在东京就没法混了。你答应过李想要照顾我的，更何况他是因为你才去世的。李想是我兄弟，我答应过他的事一定会做到。但是我警告你，让我娶你没门儿。依依呀，你别担心，他刚离婚，心情可能不好。我说过，我会让我侄子一定娶你的。姑妈，傅哥哥肯定是因为江离那个女人才不娶我的。姑妈有办法。江离小韩上位，6年前逼退富士集团总裁的初恋女友，嫁进豪门。可惜6年都怀不上身孕，还勾搭上别的男人，被富士扫地出门。江离死性不改，靠姿色光撒网。不仅勾搭上钢琴大师顾城，还攀上江家大公子江寒，并利用身体谋取公司要职。江离不是咱们新上任董事长吗？怪不得年轻轻就当上了董事长，原来靠这种方式上位的。可不是吗？他的那些风流韵事比电影还要精彩。江离啊江离，你这个公交车原来是这样上位的，要不是你，董事长的职位就是我的，看我怎么对付你。陆维在这看什么呢？看什么呢？不工作了吗？算了，走。还看是吧？都给我散了，回去工作。谁弄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不是瞎说吗？宝贝，这不会是傅宇干的吧？这也太缺德了！他是想毁了你啊？应该不是他，他不至于这么恶心。难道是杨一跟那个老巫婆？你等着，我找人去收拾他们。哎，先别去，咱们没有证据，免得被反咬一口。我听说明天正好是杨依依的生日，我早就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明天呢，咱们就把这个惊喜给她送回去。好啊。妈，还是您厉害。江离现在颜面扫地，看他以后怎么在江家公司混下去。让他滚出江家是小事，滚出东京才是目的，这样他就不会出现坏了你和我儿子的婚事。谢谢妈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。好，这次是我的好儿媳妇，妈巴不得赶紧把你娶进门，早点抱孙子呢。陈夫人，我听说你前儿媳的事了，她怎么是那种人呢？杨小姐可是杨氏千金，和傅公子正好门当户对呀。是啊，杨小姐还是傅公子的初恋女友，2个人还有了宝宝，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。江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你收的东西，我们嫌脏，快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。这么着急赶我走，莫不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到底是谁胡说八道、造谣诽谤？让大家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江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江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江小姐的律师，相信大家已经听了不少抹黑江小姐的传闻。今天我来就是想澄清一些事情。这一份是江小姐在傅家的事务表，这一份是江家保姆的事务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经过我的调查，江小姐每天干的活比保姆还多，连续5年如此。陈夫人，这是真的吗？傅家少奶奶过的日子，竟然连保姆都不如。我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，你家的保姆可以作证。你吃我们傅家的，穿我们傅家的，让你干点活，委屈你了。为了这点小事还来胡闹。江小姐知道你会颠倒是非，所以还特意准备了这个。这是5年江小姐为公司创造的收益汇表。在我的调查里，江小姐5年来累计为公司创造了2个亿的收益。2个亿？江离在家孝敬婆婆，在外还要帮老公操持公司，这么好的儿媳都不要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过分。你们别听他瞎说八道，都是假的。我能为我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。陈女士，你敢吗？陈女士，你敢吗？江小姐为傅家付出了这么多，陈夫人，你曾经砸了江小姐的婚纱店。我妈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再说了，傅哥哥不是已经赔给你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倒是想问问你有完没完？
上一次的事情我已经放过了你们姨妈，这一次你们又来招惹我，在公司拉横幅、造谣我、诽谤我。我们没有，你们无凭无据的，少来诬陷我！就知道你们嘴硬不成。这是江家公司的监控视频，你们两个3更半夜偷偷摸摸贴横幅的事，已经被监控拍下来了。哎，我明明看到没有监控的呀。对，你店里根本就没有监控。你怎么知道我公司没有监控的？难道你去过？我才没有，视频一定是你伪造的。视频我们可以让专业人士来检查，是真是假自然就清楚了。你们两个死不悔改的样子，真不像婆媳，倒像母女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再送你一份大礼。论伪造，可真是没有人比杨依依啊，连孩子都敢伪造，你血口喷人！咦，他在说什么？什么孩子伪造啊？江离，你什么意思？杨依依她根本就没怀孕，孩子和大出血都是她编造的。那个医生我已经花重金买通了，不可能背叛我，江离肯定拿不出证据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趁这个机会把流产的事告诉陈丽华，顺便甩锅给江离。妈，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。什么？我孙子没了？啊，你冷静一点，依依的孩子确实没了，可是那孩子……别忘了你承诺过我的事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别让我下不来台啊！江离，你个毒妇，竟然让我依依流产了！我的宝贝孙子啊！依依的体检报告给我看干嘛？这是杨依依1年内每个月的体检报告和医院住院单，这里面显示杨依依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怎么可能？你没怀孕，家长骗我。傅哥哥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有孩子，我根本就不可能照你。可是没有孩子不正好吗？咱们俩够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保证，如果傅哥哥娶了我，我一定让你们1年内抱上孙子。依依呀，你怎么拿孙子的事来哄我呢？你明知道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了。要不是江离5年都没有怀上孩子，我怎么会把他扫地出门，娶你进门呢？原来做你傅家的儿媳就只是一个生育工具。哎呀，幸好我江离宝贝成功离婚离开了傅家，不然就要受一辈子窝囊气了。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一个小三上位，孩子居然还是个假的，真是愚蠢至极。都是你们招惹我的，那就不要逼我重拳出击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到警察局。你们诽谤、污蔑、插足别人的婚姻，这些罪行你们去警察局一一细数，看看你们能蹲几谁的牢。上次你拿离婚为条件让我放过他俩，这次你又打感情牌让我放了你妈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他们对我做了多过分的事情，我都该原谅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你以前受过的委屈我会弥补你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还有，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好，那我让我妈妈给你道歉行吗？这5年，我受尽了她的屈辱和歹骂，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原谅。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。死江离，你竟敢真的抓我！哎，你别碰我，我不走。谢谢傅哥哥愿意保释我，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。我保释你并不是因为原谅，而是答应我兄弟要照顾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一点呢？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难道你现在对我这……别说了，我接你回来纯粹是因为我兄弟，但没想到你竟然连和我妈一起欺负她。我没有，而且你不是不爱江离吗？这5年你从来都没有碰过，怎么现在又为他说话？是因为你要跟他离婚，所以你们后悔了吗？我后不后悔不关你的事，以后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钱，但你3天内必须离开东京。傅哥哥，你这是在赶我走吗？你难道忘了吗？如果当年不是因为江离，和你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你当年就对不起我，现在还要再伤害我一次吗？以前我是喜欢你，但以后绝对不会。而且你离开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有数吧？姨爷，你真的要出国呀？傅宇他爸爸刚走，公司又濒临破产，你现在走对他打击很大的。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他吧？他那个傻小子，要不是他是傅家继承人，我才看不上他呢。
现在他爹走了，公司又濒临倒闭，想让我陪着他过苦日子，门都没有。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喜欢傅宇呢。你记住，豪门之间没有爱情。傅哥哥，我也是在国外这几年才想清楚的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不然我也不会回来的。我不想再听了，你怎么想的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既然你没有怀孕，我也就没有义务再照顾你。3天之内搬家。肯定是因为江离，你给我等着。小哥哥，陪人家喝一杯嘛。没兴趣。这是，我有这么敬业吗？我有病吧？这么变态？你才有病呢！可真没意思。哎，老傅，我听说你前妻把你妈送进了局子里，你怎么娶了这么一个祸害？要不你告诉我她在哪儿，我替你去收拾收拾她。哎呀，老夫你就别喝了，既然都来了，那就开开心心的好好玩玩，放松放松嘛。你看看，这全场的美女可都等着你去撩啊！哎，那不是我女神吗？她今天穿的可真性感。那是我老婆。哎，宝贝儿，你今天真好看，我们来自拍一张吧。哎，你看那儿有2个帅哥哎！哎呀，我又不想谈恋爱。哎呀，谁说要你谈恋爱了？开玩笑的嘛！毕竟你的男朋友我可要帮你把关的，在我心里只有你和顾城才是 CP。那个这儿实在太无聊了，要不咱们走吧？有帅哥哎！走吧。好吧，那走吧，走。老傅，你是喝多了吧？那是我女神，怎么成你老婆了？那你去追啊！嗨，我不仅要追她，我还要娶她。你不正好离婚了吗？回头啊，给我当伴郎。哎，你看，都怪你，我女神都走了。喂，帮我查一个叫江离的女人，我现在就要知道她的位置。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富家大少爷，被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哎，要不告诉我她叫什么？我现在帮你去折磨她好吗？我老婆叫……喂，找到了。哎，好，我马上来。我老婆叫江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可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帅哥比之前那儿还多。菲儿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真的对帅哥不感兴趣。江总，有人送您的花。李儿，过2天我也会去东京，到时候见。顾城，这个顾城也真是的，有事情发个微信不就行了，还特意写在卡上，谁知道他到底是要送花，还是要跟你说事情呢？那这个又是谁送的？女神，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，你实在是太美了，所以我决定当你的舔狗，希望有机会你可以赏脸让我陪你吃个饭哦。路飞，这个路飞是不是小时候骂你又丑又胖的那个路飞？是他，这话也太油腻了，真讨厌。见。强总，我有点事儿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事关重大，还是不要在这儿说了。能否到我的住处，我们私下谈谈？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我已经放过你2次了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懂吗？江总，这件事儿涉及到高端机研发的机密，也和富士集团的芯片有关。看来这个游戏还是死。好，你又要看看，你又是什么口罩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去你的住处。刘总不是说去你的住处谈吗？怎么来酒店了？我就住在这儿啊。再说了，酒店不是更方便吗？我看这儿也没有什么人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聊。那怎么好呢？江总好不容易赏我个脸，我们坐在床上慢慢聊。这份机密文件你不想要吗？我真的很想见识见识你到底有什么能耐，能让江寒把董事长的位置都给你。江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副总，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刘总，既然你知道她是我前妻，这么做不太合适吧？合不合适，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？我知道你之前在傅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你也不能这么糟蹋自己。怎么，跟他睡就是糟践自己了？我自愿的，你不用管。
看来你真是饥不择食。我不想听你说了，请你搞清楚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做什么都跟你没有关系。走走。江离，江总，上次 KTV 让你跑了，这次你只要把我陪好了，富士芯片的机密文件我就送你了，怎么样？你就不怕江寒知道吗？你这个二手货，真以为他唯你是从吗？我是高端机的负责人，现在手握富士机密，孰轻孰重，江总现在自有分寸。那你知道盗取他人公司机密是犯法的吗？你觉得我会让第三个人知道吗？是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够不够你去坐牢的？来人！你江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现在废除。提醒你一下，骚扰女性、盗取他人公司机密，够你坐几年牢的。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能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过晚了，你公司的机密文件最好自己保管。副总，你前妻我没碰，这文件也是别人给我的，您别误会。是，好好跟我解释解释。过两天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买衣服呗。行。但是你最……女神，是我路飞。我上次想请你吃个饭，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空？好吧，那等会儿见。但是我要带个朋友去。喂，你干嘛答应跟他吃饭啊？还要拉上我？我想让他知道啊，我就是他小的时候嘴里的那个订了娃娃亲的丑八怪。哦，其实这样也好，一次性跟他说清楚，免得他以后总来缠着你。既然江离叫了他朋友来，那我把老傅叫来呀，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女神。喂，老傅，我和我的女神今天要奔现了，你要是没事过来找我呀。算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哇，你是不是兄弟？你赶紧来，赶紧来！你不来我生气了啊！女神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菲儿。你好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女神，我知道当你朋友面表白这个事情吧，是有点鲁莽，但是你好不容易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们家宝贝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了。你问，只要我知道的，一定如实回答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他离过婚？我不介意，不介意的。女神这么漂亮，谁这么不知好歹，真是没福气。其实吧，我也有一桩亲事，不过女神你放心啊，我已经退掉了。是吗？你是不知道，跟我订婚那女孩长得奇丑无比，我这辈子就算单身，我也一定不会娶她的。好，这一点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一定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想不想知道他前夫是谁？他在东京也算赫赫有名。我才不想知道呢，一定是哪个瞎了眼的男人，像女神这么完美的形象，都跟他离婚，真的是我是不认识他，认识了我一定揍他一顿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哎，傅宇，来，这边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的女神江离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哎，老傅，我女神就算再好看，你也不能一直盯着她不说话呀，这样很不礼貌。路飞，你还真是个憨皮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看不出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他的前夫。什么？老傅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，哎呀，老傅，你已经和江离离婚了啊！你要是反悔了，我们可以公平竞争。别，我呢可伺候不起你们这养尊的。还有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就是你小时候订的那枚娃娃亲，也就是你口中的那个丑八怪。啊！哎，你们两个，一个眼盲，一个心瞎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家江离宝贝？不过我看你们两个倒是挺相配的。
佳丽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允许你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，但是能不能给我留个位置？真是想不到，这种话能从你副大少爷的嘴里说出来，我还真是受宠若惊。我说认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拒绝路飞是因为我之前跟他有点误会，而我拒绝你不仅仅是误会，还有仇恨，我这辈子都跟你不可能了。老傅，江离的意思是你是彻底没机会了，我是不是还有希望呀？哎，女神！路飞，你怎么阴魂不散的啊？我们家江离宝贝不是明确拒绝过你了吗？路飞，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不想谈恋爱，你就别在我身边浪费时间。女生，我知道，我说你丑八怪这个事情吧，确实肯定会让你很生气。我求你就别让我离开你，就在你身边默默的守护着你好吗？这样我就满足了。不是，你这样说，你就不怕傅宇生气吗？老傅，那是他不懂得珍惜你这么完美的人，那也不能怪我呀。喂，大哥。小妹，听说傅宇又去烦你了，用不用大哥出面帮你摆平？不用了，我现在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好吧，那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是以前那个可以任他摆布的女人了。好，听说他最近在和任总谈生意，明天会一同参加舞会，我这儿正好有2张票。谢谢大哥。宝贝，你明天去舞会是不是需要一个男伴？好像是。哎，我可以去。就不用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一点也不麻烦，我可以的。就不劳烦顾少了。你是谁啊？他你都不认识，你白在江城混了。他可是顾氏集团的公子，更是世界级的钢琴大师，也是我们小黎的青梅竹马。哎呀，菲儿，你别乱说。谁还不是个公子？钢琴大师有什么了不起？没错，小黎和我从小就认识。小黎，这次舞会我陪你去好吗？选顾城哥吧，免得路飞以后再来缠我。好啊，那就谢谢顾城哥了，也谢谢你，路飞。女神啊女神，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多？刚走一个傅宇，又来个顾城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？那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任总，这次我们2个人之间的强强联手，一定会在高端芯片界创造一次新的技术革新。副总年少有为啊！任总你好，我是江氏集团的总裁江离。原来是江总啊，久仰久仰，幸会幸会。任总过奖了。我听说任总跟富士集团正在合作开发高端芯片，不知道我们江氏集团能不能有幸参与一下？江总，你不会是特意来想把我和任总之间的合作搅黄的吧？副总你多想了，我们江氏集团只是参与，不是替代。还有，我们愿意承担60%的项目风险，这种双赢的好事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江总真是好口才，3两句就让我有了合作的意向。副总，你看呢？我不同意。副总不同意，该不会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吧？我一个小小的女子都可以摒弃前嫌，副总堂堂大男人怎么这么懵懵？我只是……这样吧，我们就比喝酒，如果我喝过你的话，你就同意合作。你说你这个小酒量，喝2杯就这样，在外边用车多不安全，以后不许再用车，听见了吗？和一个女人喝酒，我怕胜之不武。我不和你喝，我和她喝。没问题，请吧。没问题，请吧。来吧。
胜负已定，副总，你已经输了。我还能输？副总已经喝醉了，那就是顾城哥胜了。任总，您当个见证人，我们的合作就达成喽。顾城哥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假面的光，这欢唱是迷茫。我也是过来人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会不让他一个人喝酒，还让顾城喝成那样吗？顾城哥，今天谢谢你。5年了，你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这么漂亮。顾城哥，你喝醉了。委屈而已，有点热。I love you. I don't wish to be parted from you from this day on. Everywhere you go, let the temperature be cold. Don't need to show shine, hoping you turn around. 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你。哎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脸怎么都红了？没有，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你帮我弄个头发吧。好。妈，江离怎么会在这儿？还在傅哥哥身边？还真是这个扫把星，我就不相信我儿子还摆脱不了他。欢迎各位来宾来参加本次的新闻发布会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江氏公司正式加入我们的芯片研究计划。什么？我们不是已经跟江氏取消合作了吗？江离怎么代表江氏公司出席活动啊？江离那个狐狸精，果然还是傍上了江寒的大腿，要不然她一个离婚妇女，怎么可能出席这种场合？就是。我劝你们两个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刚从牢里出来，现在又想回去是吧？谁刚从牢里出来啊？你这个疯狗，别乱说！住手！你们俩不是牢饭没有吃够吗？还想打人？要是在监狱里没有被教育好的话，就回去重新学习学习。要是在监狱里没有被教育好的话，就回去重新学习学习。菲儿，别理他们，陪我出去一下。妈，我们不能这样算了。这谁呀？大家来看呐！快看快看！这不是江离江总吗？怎么和江寒有这么多私密照啊？难道传闻江离傍上江寒的大腿是真的？还是我们家依依聪明，这些照片从哪来的？我早就发现他们两个不对劲了，所以就派了私家侦探跟着他们。太棒了。江总，请问您和江寒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真的和传闻中那样？这是谁放的？有本事站出来！谁放的很重要吗？我看就是你们故意放的。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解释这张照片的问题。我没什么可解释的。那你就是承认了喽？没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果真和江寒有了腿？如果你不处理好今天这个事情，我们的合作就取消。好，我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释。江离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跟江寒的关系确实很亲密，这些照片也都是真的，但是我们的关系不像传闻中的那样，我们是亲兄妹。亲兄妹？你嫁给我5年，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。你脑子坏掉了吗？江寒如果是你亲哥哥，那你不是首富的千金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世界首富的女儿。你一个没爹没娘的乡下丫头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！你要是首富的千金，我给你跪下来磕头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一个没爹没娘的乡下丫头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！谁说你一个没爹没娘啊？
哥哥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新闻发布会，我们来给你撑撑场子。太高调了。他刚才叫什么？哥，难道她真是世界富豪女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妈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江离宝贝嫁到你们家5年当牛做马，换来的就是你们无尽的侮辱和栽赃。好啊，今天我们索性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江离，你真的是江家千金？不是江家千金，我们会来吗？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？从今儿起，不管是在江城还是在东京，谁敢欺负离儿，就是在欺负我们江家。没错，欺负江家的人，什么后果你知道？你刚刚不是说，如果江离是江家的千金，你就跪下磕头吗？来吧。真是厚颜无耻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只要承认照片是你放的，我就放你。不是我们放的，你别乱说。是不是？我们调下监控就知道了。你敢吗？跟江离道歉。傅哥哥，妈都100年纪了，不能再坐牢了，身体吃不消的。那你别作呀，赶紧道歉，要不然我也救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你这种虚情假意的道歉。那这样吧，高端芯片，我愿意出让10%的股份给你，放过我妈吧。你可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们走吧。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知道吗？你放心吧，瞧好了。先给你30%，事成之后再全部转给你。不好了，副总，我开车路过，看见江小姐晕倒了。什么？不死也得落下个谈资，看你怎么跟我抢傅哥哥。江离，你没事吧？江离，江离，江离，怎么回事？我恰巧路过这儿，江离好像被那个砸到了。医生怎么样？病人现在被砸到了头部，不仅出现了脑震荡的症状，还需要紧急输血。那麻烦咱们赶紧输血，谢谢。不巧的是，我们医院现在库存也不够了。傅哥哥，我和江离的血型是一样的，要不输我的吧？谢谢你了，依依。慢着，小丽不需要他的血。这位是医生，我是病人的男朋友。你什么时候成她男朋友了？这不用你管，跟你没关系。总之，小黎不会希望救她的人是杨依依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江离如果出了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依依，别理他，赶紧去。不必了，我去。医生，我跟小黎的血型也是一样的，抽我的吧。好，那请跟我走吧。傅哥哥，顾城不会真的是江离的男朋友吧？凭什么他能管这些事？而且我只是好心给江离输血，却被他说成那样。这次幸好有你，谢谢。傅哥哥，那我能不能不回去？我不想回英国。这次多亏了依依及时发现，江离在逃脱了生命危险，看来他确实已经改了。那好吧。江离，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运。你们走吧，小黎醒来是不会想看到你们的。傅哥哥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呀？别忘了，我才是他的家人。家人？小黎在你们傅家受了6年的委屈和侮辱，现在你跟我说他是你的家人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家人的吗？我也有苦衷。你就算再有苦衷，也不应该那样对小黎。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管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？你们已经离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以后小黎由我来照顾，麻烦你离他远一点。哦，你来照顾，你就不介意他离过婚吗？离过婚怎么了？就算是有了孩子，我也不会介意。傅哥哥，顾公子和江小姐好像从小就认识，不会是青梅竹马吧？青梅竹马，他是不是早就和你有一腿啊？因为你才跟我离的婚吧？啊？你干嘛打人啊？
思想也真龌龊，也就只有你才会这么想。小黎，都别吵了，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们打架的地方。病人已经醒了，教授可以进去看看。小黎刚醒，你觉得他会想看到你们吗？傅哥哥，要不我们过几天再来看江小姐吧？江离，江离，没什么事了。谢谢医生。医生，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医生，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哦，救你那个人啊，他叫顾晨，是他给你献的血。没事了，好好休息。那是幻觉吗？我为什么会听到傅宇的声音？也是，他连我发生车祸都不来看，又怎么会救我？怎么样，小黎，好点了吗？感觉好多了。顾晨哥，谢谢你救我。别这么说，都怪我，我应该去接你的，那样的话你就不会发生意外了。顾晨哥，我感觉这不是一场意外。不是意外？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出事的时候是谁在你身边？当时我好像看到了杨依依，但是我又没有证据。太过分了，欺人太甚。放心吧，证据的事情交给我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小黎，你又是委屈了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以后我一定在你身边为你周全。周围的监控都破坏了吗？放心吧，杨小姐，我做事干净利落，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。你先回去吧，别让别人发现我们俩在一起。傅哥哥，这路飞跟顾少都被江小姐迷得神魂颠倒，往江小姐身上扑的男人真是一个接一个呀。这医院人都死光了吗？还是需要温习个护工？傅总，你是怕我好得太快了，又来气我什么？小黎，有件事你应该知道，虽然我很看不惯你这个前夫，但是确实是他把你送到医院的。那就谢谢顾总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请回吧。傅哥哥，咱们好心来看江小姐，但她好像不欢迎我们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走，但是他杨依依必须留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被砸的事情，我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问我做什么？我只是恰巧路过而已啊。别装了，江离莫名被砸，周围的监控又全都被破坏了，而你又恰好出现在那里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？江离啊，这件事儿你可能真的误会依依了。到底是不是误会？咱们去警察局，警察会给你清白的。不能报警。怎么心虚了？傅哥哥，我刚从警察局出来，不能再进去了。江离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会害了依依的。我害他，他联合你妈害了我多少次了？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不相信我。没关系，小丽，我就料到他们会死不承认。进来吧。你是谁？这是我请的私家侦探，已经跟踪你1周了。你给那个砸了小黎的建筑工人钱的事儿，他全都拍下来了。陈果，先拿出来。好的，顾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，顾成哥？陈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照片上的女人怎么不是杨依依？顾少，是我搞错了，杨依依跟那个建筑工人根本没有过接触。傅哥哥，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我，江离她为什么要冤枉我呀？江离，顾城，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证据吗？给依依道歉。我出事前明明就是杨依依在我边上，杨依依，你是不是收买了陈果？你别瞎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顾少，江小姐，我确实不认识杨依依，这个照片是我搞错了，对不起。这次就一定给你记下。杨小姐，我来道歉，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。钱也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傅哥哥，咱们走吧。陈果，你先别走。陈果，我知道你是不会被杨依依收买的，说吧，为什么撒谎？顾少，是我搞错了，您别为难我了。你给我的那些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小黎，
依依的事情我一定会加派人手查清楚的，放心吧。顾城哥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6年前我出了一场火灾，当时是傅宇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了我。我本来以为他会是一个好男人，却没有想到。小迪，你好傻！你知不知道，其实6年前救你的是……现在需要休息，家属请离开。哎，顾城哥，你刚想说什么呀？算了，等小迪身体好一点再告诉他。没什么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把身体养好。嗯，好。哈，你以为派个私家侦探就能找到证据吗？贱人！你是私家侦探是吧？识相的话就把照片交出来。什么照片？你认错人了。你对顾城可真是真心啊！你是要你妻儿的命，还是顾城的钱？你，傅哥哥，谢谢你这样心意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别装了，江离莫名被砸，周围的监控又全都被破坏了，而你又恰好出现在那里。我害他，他联合你妈害了我多少次了？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不相信我。帮我查一下江离的真正原因，越快越好。再帮我办一件事儿，这次的酬劳是500万。500万？杨小姐，你说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我一定帮你办妥。干净利索点，别出任何差池了。啊，懂。杨小姐，您尽管吩咐。江离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顾城哥，谢谢你这些天的照顾。永远不要跟我说谢谢。司机开车吧，先送小丽回家。好嘞，顾总。快报警！别开车，跟我走！学长，你得罪不该得罪人。顾城哥，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少爷，快报警！还有，动用一切力量，一定要尽快找到小黎。好。谁呀？是我，顾城。不好了，江离被绑架了。什么？你算个男人吗？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说没用，看见歹徒脸了吗？没有。这是谁呢？会不会是杨依依？毕竟他对小丽的利益最大。别乱说话，绑架可是违法的。杨依依最好别是他。帮我查一下杨依依最近的行踪，还有通话记录，看看他最近和谁联系。还有通话记录。办完这一票，大哥给你盖新房娶媳妇儿。好，谢谢大哥。来，大哥，那娘们可能看到咱们脸了。想不到药效这么快就过了，既然看到了脸，你就必须死。有什么遗言，快说。我就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的。别做梦了，干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信誉。我给你们钱多少钱？1000万。大哥，咱们跟两头拿钱呢，告诉那个娘们的姓名，也不影响他们杀她。娘们儿，女的，难道是杨依依？让你多嘴，被她知道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1个亿。1个亿啊，大哥！有了这1个亿，你们就可以金盆洗手，重新做人了。大哥，这娘们说的有道理呀。江离，不愧是你，勾引男人真有一套。蓝小姐，您坐。真的是你，杨依依。真的是你，杨依依。蓝小姐，您坐。如果我不来，你都上那个贱人的当了。什么？笨蛋，
你以为他真的会给你们1个亿吗？他就是个满嘴谎话的骗人精。贱人竟敢骗我！杨依依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要不是你，傅哥哥早就娶我了。你就是个绊脚石，所以你必须死。你们还不快上！我再给你转100万，记得把尸体给我处理干净。不要伤害小丽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杨小姐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很会勾引男人，连傅少和顾少都来为你出头。我以名义向你们担保，绝对不会伤害你。大哥，这2个人咱们惹不起，还投降吧？蠢货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想让我们活着，这2个少爷都给我滚出去！给我好好说。你要不要先把刀放下？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做你的人质。耽误啥呀？人质当然还是没有力气的女人最好。滚开，让我们走。你们绑架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给你们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顾城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，你没事就好。那就好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可能是要见人说，赶紧送医院吧。走吧。他跟我说不想见人，你不用担心，医生说他没有大碍，是你奋不顾身说上去才救了他。谢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也算是弥补我没能保护好他的遗憾吧。说实话，你们的默契让我嫉妒，这应该是我做的才是。你们的过去就不要再提了。如果你真的为他好，以后就不要再打扰他了。不可能！你扪心自问一下，小黎受到的每次伤害是不是都与你有关？你难道还不愿意放过他吗？喂，查到是谁绑架江里的？是说，是杨依依小姐。扎头，你这次突然回来，也不多住几天，急着回英国干嘛？再说了，你在傅家住的好好的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爸，是出了点状况。傅哥哥本来要娶我的，都怪江离那个贱人。傅哥哥现在反悔了。反悔？我的宝贝女儿，有多少人惦记着？傅宇真是不知好歹。爸，其实也不能怪傅哥哥，都是江离那个贱人。他都跟傅哥哥离婚了，还死缠着他不放，甚至还来欺负我。什么？有这种事儿？丫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杨家的千金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欺负的。爸，你不是跟江家交情好吗？你打听打听。江离说他是江家的千金，可是外面又在传他只是江寒的情妇，所以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。江家的千金，听说早就结婚了。依我看，这大概率是假的，是江寒找来演戏的。也是。他以前那么喜欢傅哥哥，怎么连傅哥哥都不知道这件事？这个傅宇也真是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说给你个名分。下次我去东京，定要好好教训他。不用去东京了，现在就可以。傅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欢迎吗？也不是，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？提前告诉你，好让你提前逃跑吗？逃跑？什么逃跑？这你就要问问你的乖女儿了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带她投案自首的。傅宇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傅宇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傅总，就是他让我杀了江离的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管家，快把他带走！够了！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为什么你的手机定位和昨天江离受害的地方一模一样？我那只是恰巧路过。恰巧路过，那为什么连行李都不收拾，招呼都不打？我是想爸爸了，所以才提前回来的。好啊，如果不是你指使他陷害江离，那为什么他的账户上会有你的转账记录啊？但凡你还有点良心，我劝你投案自首吧。爸爸，我不能去公安局。傅宇，你这话未免太严重了吧？谁不知道我家依依喜欢你，倒是你
跟你的前妻不清不楚的，我家依依只不过是想吓吓她，什么自首不自首的？我那只是恶作剧而已，更何况他也没有受伤啊。恶作剧？那如果现在我绑架你，也当做恶作剧算了？傅宇，这可是在我家，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女儿，你也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我只是劝他回头是岸，趁着我现在还是公事公办。如果说我拿他对待江离的方式对待他的话，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江离。哦，就是你这个贱人，把我女儿害这么惨。怎么样，伤好点了吧？谢谢关心，我没事儿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。你好像很关心她呀，貌似她并不领情啊。就是你这个贱人，三番四次的欺负我女儿，还敢到我家里来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杨依依她假造意外，差点害死我，又找人绑架、蓄意谋杀，她都敢在这蹦跶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依依的事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不过是恶作剧而已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！我说杨依依平时怎么这么的嚣张跋扈，原来从根儿上她就是坏。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感动小黎，先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？傅少，刚才没看出来，你跟江离这个贱人一块儿进来了。我劝你把嘴放干净一点，否则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杨家从江城消失？是，你们顾家是江城第2大家族，但是你不知道吧？我杨家跟江城第1富豪江家也是有着很深的交情的，想动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你们伤害了江城首富的千金，还想让江家帮助你们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你这个狐狸精，还想冒充江家的千金？江寒能陪你演戏，江老爷子可未必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等我有机会面见江老爷子，一定当面戳穿你。你想嫁进江家，门儿都没有。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们没有脑子，你们也不动动脑子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也姓江？哼，你姓江就是江家的女儿了，那只是碰巧罢了。那你怎么之前没有告诉傅哥哥呢？我隐瞒身份还需要告诉你们呀？江寒怎么会看上你这种恬不知耻的女人？这种事儿如果被江老爷子知道，一定会有好果子吃的。爸爸哥哥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进来吧。江老爷子，你怎么有空亲自来了？我还说有机会去拜访你呢。江伯伯，这个女人恬不知耻，竟然敢自称是你的女儿。江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骗了呀！你知道她有多虚伪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说说看。这种女人嫁进江家，只会是个祸害。江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我这就替你收拾收拾她。好，你准备怎么收拾她呀？我找人把她绑起来，送进监狱。江公子，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你看到的样子，她表面上柔柔弱弱的，实际上阴险至极。是吗？那确实是我看错了，是得好好收拾他们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抓错人了，是江离那个贱女人。宝贝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这怎么可能？之前呢，我一直纵容着丽儿，她不想公开她的身份，我由着她。但现在发现我错了，我要知道她隐瞒身份的代价是被人欺负，我一定会早早公布她的身份。江总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之前新闻发布会我就说过，江离容不得任何人欺负。不过呢，有些人就是死活不信。不仅如此，杨依依，你敢绑架我妹妹，我们江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不是故意的，你制造意外让钢筋掉落，差点砸死我。我刚好准备出院，你又找人绑架我，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你对我女儿竟然做出这么多的坏事？爸，他做的不止这些，就是他小三上位，让我离婚，然后又假装流产让我输血给他，甚至还到公司挂横幅侮辱我的名誉。他做的这些事情啊，我10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。杨总，这是你养的好女儿吗？你这个逆子，还不快给江小姐道歉！别再纠缠我妹妹了，难道你们那个杨依依害得还不够吗？佳丽，哥，你和爸爸还有顾城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爸爸，杨丽，对不起啊，
之前是我不好，让你收尾。现在后悔了？晚了。傅宇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江离，其实我一直都是爱你的，我和杨一什么事都没有，她是我兄弟的女人，我兄弟出车祸死之前把她托付给我，所以我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江离，都怪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傅宇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从没好好保护过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说话了，120马上就到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江离，我再不这么做，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想知道，你当时为什么嫁给我，还是有什么隐瞒？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结婚是因为6年前的火灾你救了我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也想报答你。至于为什么隐瞒，小丽啊，伯父就一件事情，伯父知道你喜欢傅宇，现在傅氏集团危在旦夕，伯父想让你嫁给他，帮他重振旗鼓，这也是我一直的愿望。可是，就当伯父求求你。好，伯父，我答应你。傅宇这孩子自尊心特别强，公司起来之前，你不要告诉他你是谁。原来是这样。傅宇，你醒醒，你别睡呀，傅宇。你醒啦？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我不饿，陪我多待一会儿吧。你知道吗？医生说差1厘米就要插到你的心脏了，你差点就死了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只是不想让你再受伤害。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6年前的那场火灾，救你的人其实不是小丽。兄弟，拜托你了，帮我把他送到医院。所以救我的人不是你？没错，我只是把你送到了医院而已，所以你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是我，才误以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我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？当时是晚上，他的脸也被熏黑了，我并没有看清楚他是谁，不过我看到他右手手腕上有一块很严重的烧伤痕迹。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一切。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碰你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想再起别人的位置。现在说出来了，至少都面对了。佳丽，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弥补过去？怎么样？最近状态还好吗？还不错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，小丽？顾城哥，谢谢你当年救了我，也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余生，我不会再错过你了，我只想好好的爱你。小丽，这次迟来的求婚，我错过了很久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小丽，我爱你。